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阿仔。那么在年29的这一天我就去到 Proton 的总部嘞，跟他们借了这个 Proton Saga 来过年。这段期间我总共用了这个 Saga 1100多公里，用了8天。今天这一期的影片我就会主要以一个8天的车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最入门的房车 Proton Saga 它的优点以及缺点。维修保养还有通病那方面我就不讲太多了。我在之前就已经有做过一期这个 Saga 的保养费用以及它的通病还有注意事项等等的一部影片有兴趣的各位就可以看回去。今天这期的 Saga 主要还会来跟大家聊到现在人买车最在意的东西之一就是油耗。毕竟1100公里这个我相信测出来的这个油耗应该也是蛮有说服力的。然后也有别于我以往都只是去到 showroom 进行拍摄嘛，这次是真正的用了一段时间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更加细节的更加个人方面的一些感受。这样在影片接下去之前，先麻烦各位帮我点个免费的订阅。因为我这一次拍的是这个 Saga 最顶配Premium S 的这个版本，然后在 MC2 的时候它的外形方面也做出了一点点的改变。因为我上次拍过的是 1.3 Premium 嘛，就是比这个 Premium S 少了一个 spec。 外形方面的话有什么样的差异？首先 Premium S 最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弓的设计就跟那个 X50 一样，是采用红色有一个 highlight 的。如果是 Premium S 以下的 spec 一律都是银色。再来 Premium S 原装也多给你了这个 body kit， 包括前面有这个 front lip 嘛，不过又没有到一整片再来它的 side mirror 方面 Premium S 也喷上了黑色。当然车侧的话这个 side skirt 也是有给到你啦，就跟车头一样都是一整套的嘛。然后 Premium S 的这个 rim 就有采用 dual tone 的这个配色。同样 Premium S 以下的都是 single tone， 不过设计的样式都是一样，是这个风火轮的设计。同样我在之前那一部 Saga 的影片也有讲过，这种现在烂大街的风火轮我个人是不太喜欢。我更加喜欢这个 MC1 的时候那个 AMG rim 的那个设计，看起来会更加对我的胃口啦。车尾的话差异就真的是没有差异啦，一模一样。包括这个一字排开的 Proton 底座也喷上了黑色，剩下的部分都是和 Premium 版的一模一样。比较遗憾的就是这个 Premium S 车头车侧有 body kit， 车尾就没有掉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啦。内饰方面的话，首先一眼看去当然非常明显就是这个 Premium S 的版本就跟它的车头的这个弓一样，多了很多红色的 highlight， 所以整体车内饰你看起来就不会一片乌漆嘛黑，比较没有那么无聊了，同时又可以给到你一点新鲜感内饰的话我就不多讲解了，直接来跟你讲我用了这个 Saga Premium S 的这8天有什么配置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也就是它的优点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 Floating Screen。虽然讲它的尺寸并没有到你一般更贵的车那么大，不过就这个入门房车给到你这样子的尺寸，给到你这样子的真正的 Floating Screen不用讲你应该都知道，单是这个真 Floating Screen 已经赢过谁了啦。首先美观是一方面再来它的这个音响，其实Saga虽然只有4个喇叭，然后也不是用什么名牌喇叭，不过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可能跟这个荧幕也是有一点点的关系啦。然后通过这个荧幕你还可以 customize 的一些设置。再来就是这个 MC2 的 Saga 它的这个置物空间就非常非常的多，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它的一些排列方式还有设计上面跟 MC1 是不一样的。可以看到在这个冷气旋钮下面的这个置物格我的电话打横就可以直接 slot 进去，非常完美，啱这个位置就是设计来给你放电话用的。再往下还有一个打直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比较浅，可能就适合放你的比较小样的东西啦。再来中间的这个杯架，因为是打通的关系如果你没有放水的话，它同样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置物空间，非常灵活。再往后这个 handbrake 的这部分，同样我的手机放下去然后我的 handbrake 再放下来，也是不会 kick 到手，所以这个空间同样也是可以给你拿来放电话等等的东西啦。甚至再往后面你后座的乘客也可以放个电话在这边，然后也有2个 USB 插头给你进行充电。虽然讲我个人是没有这么多东西要放，不过你看到这样多地方可以放东西心里就是一种满足感再来这个 Premium S 版本也独有这个 Keyless Entry 的功能，这个真的是各位千呼万唤始出来不过比较遗憾，同样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它只放在 Premium S 才有这个功能Keyless Entry 大家可能你现在你都用到很习惯了，这个功能就真的是还蛮方便的。再来它的 Keyless Entry 同样也送给你了这个自动折叠的Side Mirror， 在你锁车过后 Side Mirror 就会自动收起来。如果你的车是时常有停在一些可能后巷小巷比较狭窄的路面这个自动折叠的Side Mirror 可能就会预防你遇到一些小狼把你Side Mirror敲掉一片漆的这个风险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头顶上的这盏阅读灯是给你 LED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一般上车厂都是给你黄灯的嘛，毕竟经济车，谁也不会想到这个 Saga 竟然给你白灯，这个同样是一个加分，照明度更加好嘛。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座椅啊，在我坐的这几天啊，首先它的前座方面人体工学是做到不错，虽然讲它的长度是短了一点啊，不过呀，毕竟小车啦，我是可以理解。再来就是它的这个座椅的材质，它是采用半皮革半布料，这个其实就是我最喜欢的设定啊。如果你全皮革首先一定会烫屁股咯，这个大家都知道，都被烫过的啦。这个 Saga 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在它把屁股还有背后比较容易会出汗的地方就用上了布料，这样子你一上车的时候，并不会很明显的烫到，并不会很明显感觉到热，并不会马上流汗。同样它的通风效果肯定会比这种人造皮的效果来得更加好啦。后座方面的话，当然材质也是跟前座都一模一样我也顺便讲掉了它的这个乘坐空间，对比起它的同级对手，我会放在 Part 2的影片那个影片我会再更加仔细的去两者拿来对比。它的后座对比起别扎的话，没有错，肯定是更加舒服的，椅背倾斜角度更加多一点，整体更加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虽然同样它的椅垫长度是短了一点，不过呀，至少是肯定比它的对手来的舒服的。如果你是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我个人呢是会更加 prefer hatchback 多过 sedan。不过呢，当你几个人要回甘崩的时候，这个后备箱就非常好用了。我也没有去记这个Saga有多少个 liter 啦，就我真正一个用户用起来的时候，肯定是非常足够，非常好用的，行李塞到满满，这个就是sedan车发挥出它的功能了吗？然后这个 Saga 也有这个 One Touch 的 Signal， 这个我就不确定是不是 spec 的差异上面这个功能会被卡掉。这个 One Touch 的 Signal 确实会让人更加想要去打 Signal， 因为它只需要轻轻的点一下就会闪5下了。如果你要个练的话，这个功能我相信会让你更加想要去主动的打 Signal。还有刚才外形我忘记讲到同样呢，这个非常漂亮的 Daylight 一样我是很喜欢。虽然讲这个 Daylight 是在外面我看不到，不过有这样好看的 Daylight 就是高兴还有几个呢，就是我自己当下要用到这个功能的时候没有了咩？这样老牙的咩？因为我是没有收钱我还自费打油钱，所以呢，我肯定是非常老实跟你讲它有什么样的缺点的。这个也是我在其他车评上面没有听到过的，毕竟这个是你要真正的用户用了一段时间过后，你才可以体会得出的功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冷气并没有吹脚的这个选项。这个 Saga 它最多只有给镜子这个 heater 加热的功能而已为什么会讲没有吹脚？对我来讲很重要呢，因为我是一个手脚会容易出汗的人，尤其是天气又在热的话，再加上我又开长途的话，我的脚基本上就是非常惨不忍睹了。这个时候我想要吹脚，这个 Saga 没有这个功能的咩？这个对我来讲就有点不是那么便利当然你讲影响很大，倒也没有啦，少加一点长途咯。再来就是个人美观它的这个排档杆确实是有点丑整个 Saga 的内饰其实我都觉得是蛮 OK 了的，已经比较跟得上时代毕竟这个吉利进来过后已经把它 refine 再 refine 了。不过就是这个排档杆看起来真的是丑不过呢又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手感其实是更加好，整个手抓下去就是 fit 的。还有就是我刚才讲到那个置物空间很多很好用不过呢它的这个杯架方面就比较小，没有一个大的置物空间可以给我拿来放我这个非常大的 double 位水瓶包括它门板边的这个水瓶洞我也是有测试过了啦。再来就是我一上车过后因为我一从 Proton 总部拿了车，上车要把这个车驾走的时候就发现到了它的这个油门跟刹车踏板的这个高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不熟悉的时候你一上车的第一脚，你的脚要在油门跟刹车这边切换的时候就会顶到 kick 到这样子不过这个同样在我拿了车驾了1个小时2个小时过后就慢慢已经适应了。这个我觉得是它的高度不同，首先是一点再来就是它这个油门跟刹车的位置可能是太过靠近了，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以前我驾车是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嘛，所以也没有特别留意到这个东西。然后呢，就是我的左脚也没有一个 footrest 的地方可以给我放着。最后一个大缺点就是大灯。大灯不亮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之前拍这个 1.3 Premium 的时候就已经略有耳闻了啦。在晚上的时候我就开了这个灯真的是很暗甚至我打 Signal 它的 Signal 还亮过它的这个灯真的这个 stick 的设计还蛮奇怪的。一般车我们都是转2下嘛，一下小灯，第2下就是大灯，往前推才是这个 High Beam 高灯。不过这个 Saga 呢，它转第1下是小灯，第2下就直接是 High Beam 了所以我就认为它转1下的时候的这个小灯其实就已经是包含大灯了，只不过它的亮度没有这样亮，所以我就一直认为这个就是 Saga 原本的大灯的亮度了，真的是暗到没有朋友，闪到没有朋友那个。直到我还车过后我才猛然惊醒的去车主群找
其实呢，这个Saga开大灯的方法真的是很奇怪一下的，它不是转2下，它是转了1下，然后把这个开灯的 stick 拉向你的方向，第一下是这个高灯，然后要再拉多1下，拉到完它会再当一个声音啊，这个时候呢才是开出小灯跟大灯，然后是没有 high beam 的。这个东西在我用车的时候我也没有发现到，也没有人教我，所以呢我在晚上驾这个Saga的时候，就等于只是一直开出这个小灯而已，害我整个 back check 到啊，哎呀。这个同样呢，你是要一个车主啊才会发现到这个缺陷的，因为就我看了这样多Saga的车评，也没有人教我是这样子开的嘞，这个大灯。在我从 Proton 的 HQ 拿了这辆Saga过后啊，应该是不到1个小时啊，我就拿去飞Highway了的，因为当天年29嘛，我就准备要回甘榜回到 Johor。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啊，我的行程是这样子的，从 KL 回到 Klang， 然后再从 Klang to JB to Klang， 然后又再多一轮 Klang to JB to Klang， 最后才是 Klang to Subang Jaya 回到这个 Proton 的总部还车啦。所以一共是行驶了1100加的这个 km， 所以我相信啊，在油耗和驾驶体验的这方面，我应该是体验到非常足够了的啦。1000公里我相信是足够试出这驾驶感的这个优缺点。这个驾驶感受呢，我只可以讲啊，Saga真的是非常的棒。这个棒啊，当然你不要拿它比较价位更高的车，我讲的是同价位啊，这种4万块5万块左右啊，它的这个驾驶感真的是啊。首先讲这个 Highway 的感受啊，在 Highway 的这个稳定性啊，我可以跟你打包票保证，绝对是毋庸置疑的。Proton 啊，就是出了名的好驾，出了名的稳定。再来就是啊，它的这个胎压的尺寸，我觉得是还蛮合理的，它的尺寸是185/55，然后15寸。而 CD 啊是185/55 16寸，这样子比较之下你就知道了，所以我可以讲了 ，CD Highway 稳定性甚至还不如这个Saga，这点真的是让我很惊喜啊！毕竟 Proton Saga 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市区附近用啦，买菜车啦，我个人真的是没有 expect 到啦，它在 Highway 的时候可以给到我的这种信心啊，安心的感觉，不会到那种要飘了。以前呢我就有试过，我是乘客啦，我坐这个阿夏上 Highway， 那个体验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啊！那个车啊，到了110、120的时候，整个要闪掉这样子。我不懂啊，那种在 Highway 上面飙阿夏的驾驶者啊，心脏有多么强大我是不可以啦。这个Saga啊，就真的是不只是上一个 level 嘞，我可以讲是上蛮多个 level 啊，截然不同的东西来的。然后啦，因为不是自己的车嘛，都是 Proton 注册给媒体用的 display unit 嘛，我肯定是敢去跟他踩油，没有客气的。我试到了，是在150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Saga它的极限了，可能也是我的极限了，我一开始会感到害怕的那种啊，就是在150的时候，它这个 engine 已经也没有什么要再去了，然后它的这个稳定性也开始让我会有点不自信了所以你在150以下的话，其实这个Saga都是非常够用，非常好用的。其中会让我安心的东西，主要也是它的这个在隔音方面，这个隔音啊，也是又让我有惊喜的一个地方哦。这个Saga的隔音啊，在 Highway 啊，你跑到110、120的时候，它的隔音表现真的是很好啊。同样同级4、5万块左右，我相信没有人的隔音可以比得过Saga啦。这些综合因素加起来啊，就让到我在驾这个Saga的时候，跑 Highway 的时候，这个信心是非常的够的。这辆车首先它不会飘，然后也没有很多奇怪的风噪啊，好像给你感觉这辆车要闪掉这样子的。在时速150以下的话完全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这个Saga的动力配置啊，我相信各位也非常熟悉啦，就是 1.3 的这个 Campro VVT 引擎加上 4AT 的这个压箱。因为这辆Saga是最早一帮注册给媒体用的这个 display unit， 所以呢，我相信它的压箱啊还是采用这个 Hyundai 的 4AT， 并不是最新的这个 Aisin 4AT。也有观众问到我在换了这个 Aisin 4AT 过后啊，这个Saga的油耗表现是怎么样？我个人觉得啦，这个 Hyundai 的 4AT 跟这个 Aisin 的 4AT， 它们的油耗差异并不会很大。不过对于这个 Hyundai 的 4AT 我可以讲我是非常熟悉它的这个个性啦，因为我家里加的几款 Kia Hyundai 都是比较旧款，然后都是 4AT 的款式，所以这个压箱的性格我是非常了解。这个 Hyundai 的压箱呢，它 RPM 拉到比较高一点才换压，对比起日本车的话啦，脚可能都踩一样的这个度啊，这个 Hyundai 的 4AT 一般上它都会拉到2800甚至3000 RPM 了再换压。这个我个人就是觉得可能是它这个 engine 本身的动力不是很足够，就用转速来凑。然后在我用了这个Saga的8天里面我就用了大概150块的油，当然是95啦。其中这个1100公里90%都是用在 Highway， 只有10%是在市区而已。然后我算出来的油耗它是每公里要消耗13 cent 的这个油钱，这个我不懂对各位来讲是否可以接受啦。因为先讲我个人其实我个人是不太介意油耗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我买车的一个首要考量到的地方啦。毕竟我是加过50块走200 km 油钱的这个车的车主
所以只要是你没有到这么夸张的吃油的话，基本上我都是还可以接受的。我并不会是要那种极致省油的车然后当然我的这个驾驶方式同样，因为也不是我自己的车，也是没有再跟你顺驾就对了的啦。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讲Saga吃油。其实你讲吃油吗？这个真的是很看个人的需求你要省油省到那个车身轻轻大压窄窄，然后过弯整个车要翻掉这样的那种感觉，当然你可以有别的选择啦。这样子的东西绝对不是 Proton Saga 要给到你的。Saga 呢，它就是舍弃掉一部分的这个油耗，换给你的是因为什么？它的车身更重，大压是在正常的一个尺寸，所以自然带来的就是它的这个驾驶感，它的这个操控性、稳定性都不是它的对手可以给到你的。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啦，一辆好驾的车操控好的车它的油耗绝对不会是非常让你惊艳的那种还有一个彩蛋，在我用这个Saga的时候我就有短暂的停在斜坡上面了，然后去朋友家拜年嘛出来的时候我就奇怪那个油我明明看还有3格的嘛，只是停了一下斜坡都没有人用一从我朋友的家的那个斜坡出来的时候，那个油直接亮灯，然后也没有显示我可以走多少 km我知道停在斜坡会影响到它那个浮标，不过应该我停也不到1个小时就影响到这么够力，甚至是我已经停在平地放到隔天了它这个才恢复正常。我加一下的时候，它的这个又突然间增加，我可以再走多少 km， 那这个就让我当时候有点吓到了以上呢就是我作为一个 Proton Saga Premium S 8天的这个车主的用后体验好的点、不好的点，甚至油耗这些东西都跟你讲了。这样子你是否可以接受它的这些优点、缺点甚至是这个油耗？在考虑这Saga的各位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当然，更加欢迎各位Saga车主在下面留言交流。然后下期 Part 2的影片呢，我就直接拉来了这个Saga跟它的对手两辆车side by side对比如果不要错过 Part 2的影片，就记得要先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仔，我们下期影片见，拜。